乌克兰是否开始再次赢得战争？乌俄战争打到现在，所有人都在痴迷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到底谁在赢？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俄粉觉得已经夺取乌克兰不少土地，乌克兰现在是在硬扛；乌粉觉得俄罗斯已经败了，推进速度跟龟爬一样，想要彻底攻占乌克兰，估计得花上1个世纪的时间。作为一名乌克兰铁粉，火力军的观点自然是后者，但这都是有理有据的，并非胡说。在2026年，乌克兰正在赢得战争。对于乌俄谁在赢这个问题，不管是双方的官方发言人，还是躲在屏幕后面的啦啦队长，或者是天天在地图上指指点点的将军，甚至是一些世界领袖，大家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就跟上面说的那样，在这场口水战中分为2个阵营，一个阵营表示俄罗斯那种传统的拿人命填线的人海战术不仅愚蠢，而且毫无希望；另一个阵营则跳出来反驳，说乌克兰在人力资源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俄罗斯耗得起，乌克兰耗不起，与其在这里死扛，不如赶紧找个台阶下签署和平协议。时间永远是站在莫斯科这一边的。相比之下，那些军事分析专家们的态度就谨慎得多，他们更喜欢谈论正面趋势或者负面趋势，而不是输赢。这些专家会告诉你，尽管莫斯科可能因为某件事在国际上丢了面子，蒙受了耻辱，但只要俄罗斯通过长期消耗，逐步削弱人数都处于劣势的乌军，乌克兰就不会赢。因为在这种级别的战争中，最终的赢家一定是在这场消耗战中能够撑到最后的一方。但是到了2026年的春天，战场局势发生了一些微妙却又极其致命的变化。这种致命的压迫感首先体现在大后方，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远程打击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壮大，这不是当年那种偶尔搞一次引人注目的爆炸，或者派几架小无人机去莫斯科上空转一圈了，现在演变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打击。俄罗斯境内那些最核心、最重要的设施，比如石油出口终端、大型炼油厂，正在遭受乌军持续的袭击。这种紧张气氛直接影响了俄罗斯的阅兵。5月9日是俄罗斯传统的胜利日，按照惯例，普京会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但在2026年5月9日，这场原本用来展示俄罗斯武力的阅兵，不仅没有起到威慑作用，反而展现了可攻的软弱。今年的红场上只有寥寥几个一贯支持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出席。更离谱的是，这场所谓的军事阅兵没有任何像样的重型军事装备出场，后方都这样了，前线更惨。如果大家一直关注乌俄局势，就会发现一个规律：自从2023年乌克兰的反攻宣告失败之后，双方就陷入了阵地消耗战。按照过去的经验，冬季通常是前线相对稳定的时期，大家都在战壕里挨冻，休养生息。但是，一到春季，情况就不一样了。随着气候转暖，冰雪融化，虽然会有泥泞期，但新长出来的植被和树叶为步兵的突击提供了绝佳的掩护，所以每年春天，俄军都会习惯性的加快进攻节奏，在前线各个方向施加巨大的压力，凭借着火力与人数优势，通常都能取得一定的战果。只是到了2026年的春天，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乌克兰反而抓住了一个战机，利用俄军前线部队与星链终端联系被切断的空档，在南部宽阔的战线上主动发起了一波反击。虽然说这波反击并没有取得那种战略性突破，但战术意义非常大，它直接打乱了俄罗斯的部署，粉碎了俄军想要继续向西推进，直取扎波罗热时的计划。与此同时，在战线更靠东的顿涅茨克，俄军攻势也变得断断续续，拉胯的不行。他们根本没能像2024年和2025年春天那样形成任何新的具有实质威胁的作战轴心。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战区。在红军村西北方向，俄军原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攻，结果一头撞在了赫里西涅村，动弹不得。在斯洛维扬斯克以东，俄军的推进速度更是放缓到了龟速。为什么俄罗斯未能在今年的战场上复制以往每年春季都会上演的加速推进？对于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俄军兵力不足。由于克里姆林宫下达了死命令，必须不断推进并夺取领土，尤其是顿巴斯地区，这就导致俄军前线指挥官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将士兵一批接一批地填进战壕，发动自杀式的进攻。根据此前基辅方面的情报显示，俄罗斯每个月稳定招募3万至3.5万名新兵，正是这源源不断的兵源，让莫斯科能够在战场上承受巨大的人员损失。虽然这些士兵大多来自俄罗斯最贫困的边缘地区，属于低质量、训练严重不足的合同兵，有的甚至连枪都没摸热就上了前线，里面还混杂着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罪犯、被忽悠来的外国人，但好歹能挡子弹，能填线。到了2026年，他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一场巨变，
俄罗斯在失去部队的速度上创下了新纪录。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迅速补充这些损失的兵力，这才是问题的所在。俄罗斯春季攻势未能展现出明显的战场进展，表象之下掩盖着一个致命危机。克里姆林宫首次发现，他们损失的兵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能招募的兵力。仅仅在2026年的前4个月，俄军的伤亡人数就逼近了13万人。这还不算完，在春季最关键的2个月，也就是3月和4月，有超过7万名俄军士兵倒下，永远无法重返战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仅仅在春季这一个季节，俄罗斯的总伤亡人数就能轻松突破10万大关。乌克兰军方的目标则是要把这个数字堆到每个月让5万名俄罗斯士兵伤亡。如果真的让乌克兰达成这个 KPI， 那俄军将迅速遭受断崖式的损失。到了那个地步，继续维持这场战争的想法都无法做到。这里还有一个数据：2026年4月，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仅仅推进了53平方公里的领土。为了这53平方公里，俄军在同一作战轴线上损失了 2.5 万名士兵。算一下，莫斯科需要牺牲大约470名士兵才能换取1平方公里土地。如果乌克兰真的能做到每月摧毁5万俄兵，俄罗斯的实际损失只会比账面上更高。真到了那种地步，克里姆林宫将彻底丧失继续发起进攻行动的物理能力。除了乖乖坐到谈判桌前，普京将无路可走。说完了兵力问题，俄军大放血的罪魁祸首，也是现代战争的真正统治者——无人机。聊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乌克兰在战略上的另一个巨大成功——中程打击体系的全面升级。过去，大纵深打击一直是乌克兰杀伤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基辅在这方面极度依赖美国提供的高级货，比如海马斯系列制导火箭弹，但问题是数量有限。但到了2026年，乌克兰自己的中程打击能力已经迎来了爆发。这种转变得益于乌克兰国内军工企业成功开启了一波新型打击无人机的大规模量产。这里面既有价格低廉的 FPR， 也有配备了最尖端 AI 技术，能够自主锁定目标的定制款大黄蜂。这类中途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大概在200至300公里。乌克兰军方使用这种无人机对俄罗斯的后方体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目标包括后方后勤枢纽和大型弹药库，大批的重型装备在还没运到前线的时候就被炸成废铁。乌克兰的无人机甚至已经成群结队地抵达马里乌波尔，精准袭击俄罗斯的军事运输车队，到处都是爆炸声。关于俄军高级军官总部在临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被连过端的消息，更是隔三差五就上一次头条。这类中途无人机的存在，几乎把所有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变成了一个让俄罗斯军方日夜不宁的危险基地，这让俄军的任何作战计划都变得极其复杂，严重扰乱了后勤补给线，极大拖慢了突击行动的节奏。这也是导致俄罗斯前线部队因为缺乏掩护和补给，从而创下伤亡新纪录的直接原因。虽然俄罗斯可能在某些前线局部地区依然靠着人海冲锋维持着表面的主动权，但乌克兰的无人机特军却在后方深扒俄罗斯的底库，疯狂打击后勤和防空系统。除此之外，在前线附近试图集结任何形式的部队，无论是引以为傲的钢铁洪流装甲车，还是下车准备冲锋的步兵连队，都已经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自杀行为。装甲装备只要敢露头就是死，只能憋屈地留在后方库存里，等着被生锈或者被炸毁。虽然俄罗斯偶尔还会投铁，尝试高起波机械化突击，通常是挑那种大雨倾盆、大雾弥漫的恶劣天气做掩护，试图躲避无人机，但结局几乎总是以惨败告终。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的突击队规模也被迫一缩再缩。2年前，俄军可能还会组织10几名步兵一个班，同时向一片树林防线发起冲锋。到了2025年春季的时候，因为无人机太密集，突击小队的人数已经缩减到不超过5个人了。而现在到了2026年，你在战场上已经极难看到任何超过1-2名士兵同时前行的行动了。没错，现在的俄罗斯突击队已经彻底放弃了对零线阵地发起正面冲锋的幻想，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渗透上，像贼一样悄悄绕过乌克兰步兵参与的防线，钻进后方制造混乱。但是随着乌克兰无人机数量呈指数级增长，乌军也正在像过去一样迅速适应并研究出了应对之策。前线损失加剧，后方压力不断，为了继续给乌克兰防线制造压力，俄军高层又下达死命令，前线必须保持攻击节奏，不许停。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随着乌克兰无人机防御体系不断升级，遏制俄军这种低水平的步兵渗透攻击变得越来越容易，直接导致俄罗斯的收益呈现断崖式递减。就算俄罗斯真的走狗屎运，在某个优先区域取得了一点点进展，他们也很可能会在前面不远处一头撞上乌克兰新建的防御线。只要前线的防御部队能够稳定住防线，能够应付得了俄罗斯那种小股步兵的进攻和渗透，那么乌军的无人机操作小组就能腾出精力干票大的。
操控高级无人机深入俄罗斯防线的后方，扩大杀伤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战果的成倍放大。不过火力军也得说句公道话，虽然现在前线的种种迹象对乌克兰来说都令人非常乐观，但如果不去正视并承认乌克兰防御体系中那些持久的明显的弱点，就武断地说战争局势已经彻底大逆转，那是极其不客观的。首先，最大的弱点就是地理环境的天然劣势。乌军需要防守一条绵延超过1000公里的漫长前线，对面是数量上依然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而且战争打到第5年这个阶段，乌军手里已经几乎没有多少具有完整战斗力的战略预备队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挑战。虽然说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依靠密集的堡垒带打出了尽可能高效的防御战，但俄罗斯手里依然握有主动权。他们确实保留着在漫长前线上到处寻找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施压，并利用优势取得突破的选项。这种防线被拉扯到极限的弱点，在2025年的时候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乌克兰为了保全东部，对南部前线部分地区的优先级进行了降级处理，结果直接导致俄罗斯在那些只有乌军最弱作战旅勉强维持的地区迅速撕开了口子，取得了进展。尽管现在随着乌克兰迅速调兵遣将，重新部署了精锐的突击部队，南部战线已经重新趋于稳定，但在这么长的防线上，其他地方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新的缺口。比如一个潜在的薄弱环节，就是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北部那段漫长的边境线。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俄军频繁越过这些边界进行试探，这很可能是在为更大规模的跨国进攻势铺平道路。另一方面，火力军得提醒大家，在无人机主导权的这场残酷竞赛中，俄罗斯也没有坐以待毙，尤其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卢比孔中心，依然在给面对他们的乌克兰旅制造极其艰难的处境。这帮家伙非常狡猾，他们开始大量使用光纤 FPV 无人机，用来瘫痪乌军的后勤补给。同时，他们还学会了在空中设伏，专门拦截乌军那些造价更高、价值更大的侦察和轰炸无人机。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会为俄军创造进攻的条件。尽管俄罗斯的军工体系结构依然繁琐、官僚主义严重，但莫斯科依然在不惜血本大力投资其无人机部队。基辅5月份的情报就赫然写着，莫斯科计划在2026年生产730万架 FPV 无人机。但是乌克兰国防目前面临的最严重、最致命的担忧仍然是人力问题。在全面战争达到第5个年头的时候，想要抵挡住俄军攻势，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伤亡，而这些被消耗掉的士兵是必须有人来替换的，就像以往每年一样。但现实是残酷的，乌克兰的人口总量只在不断减少，而没有增加。经过这几年大规模的动员，国内紧张的社会局势只会不断加剧。基辅的决策层现在面临着多重挑战，而且每一项都极其棘手。第一，乌克兰需要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方法，为各个在一线拼命的旅提供充足的步兵补给，这点无人装备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第二，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想要持续扩充和升级，也需要大量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新鲜血液。但问题是，现在征兵的兵员作战动力也越来越低，想从这些人里面筛选并组建出一支高质量、高技术的无人机部队有点难，这一点暂时还没有解决办法。不过雇佣兵是一个好选择。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还要给那些已经服役多年的老兵画一个切合实际的饼。乌克兰现在正打算将私人军团合法化，也算是给退役兵谋一个出路。总的来说，我们如果纯看2026年的最新战况与军事分析，火力军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乌克兰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夺回了战场的主动权，并且在现代战争的各个核心关键指标上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逆转势头。目前已有多家重量级的国际智库与军事媒体发文指出，到了2026年，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势头已经迎来了实质性转折。这是否意味着乌克兰赢了？火力军的看法是，评判乌克兰是否赢，你得把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拆开来看。在战术与战役层面上，乌克兰确实正在赢，乌军干净利落地成功挫败了俄军蓄谋已久的春季攻势，直接一巴掌打碎了普京关于乌克兰防线濒临崩溃的宣传叙事。乌方依靠极高的技术转换率，扛过了战争中最危险的时期，成功夺回了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但在战略终局上仍未决出胜负。这就是残忍的现实。俄罗斯控制着乌克兰约20%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与顿巴斯的大部分地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随着天气的进一步回暖，地面干涸，俄罗斯肯定会像发了疯一样，加大力度，试图弥补春天失去的时间，并疯狂加快战场的节奏。在这场绞肉机中，未来几个月，许多悬而未决的事情必将变得更加明朗。我们无法100%断言乌克兰在今年春季交出这份还算亮眼的防守答卷，是否能够顺利延续到即将到来的春夏两季。但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乌军的防线能够继续保持稳定，而俄罗斯继续以这种恐怖的速度失血，
却依然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战果，那么这很可能预示着这场战争即将迎来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回顾直到现在的战局，这场战争之所以能硬生生拖到现在，核心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俄罗斯虽然疲惫，但远未彻底失去动力，而乌克兰虽然艰难，但也远未到崩溃和投降的边缘，双方就这么僵持着。如果这种脆弱的均衡开始不可逆地向乌克兰一方倾斜，那么躲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普京将永远无法回避他必须为自己的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在目前这个阶段，只要俄罗斯的国库里还有资金发奖金，只要还有足够的边缘人口可以被忽悠上战场，普京就能强行把这场战争继续拖下去。在这两条战线上，普京表现得极其精明和谨慎。如果战争继续按现有的这个轨迹发展下去，失血速度持续超过补血速度，普京几乎肯定会逼到墙角，被迫做出一个2选1的终极选择：要么彻底撕破脸皮，宣布全员动员，把普通人的孩子送上战场，但这在被无人机统治的现代战场上根本无法转化为明确的胜利；或者他可以找个台阶下，结束那些要求基辅割让4个州新领土的荒谬要求，被迫接受一个停火协议。这也是所有乌克兰人都在等待的历史时刻。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能不能赢得乌俄战争？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